达尔文纳吉2015年6月14日，某 Facebook 主页上出现了一条奇怪的动态：我手刃了那只肥猪，然后强暴了他天真可爱的女儿。这个 Facebook 的主人叫迪迪·布兰查德，他和女儿吉普赛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励志母女。女儿多种疾病缠身，母亲独自一人不离不弃，事迹感动了整个美国社会。这条动态是一个恶作剧，还是背后真的发生了命案？难道这对可怜的母女是被人给杀害了吗？这背后的真相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好，我们就把时间拉回到当年，挖掘这一起震惊美国社会的事件真相。迪迪·布兰查德1967年5月3日出生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墨西哥湾。他是一个身材很胖、性格乐观又和蔼可亲的人。他没有工作，因为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照顾他的女儿吉普赛。因为不幸的吉普赛从小就患有染色体缺失、肌肉萎缩、重度哮喘、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眼部疾病和白血病等等。1991年出生的他，智力水平也仅相当于7岁的小孩，无法行动，也就无法像同龄人一样正常的去生活。瘦小的他只能是一直坐在轮椅上面，定期去接受各种治疗，头发也因为化疗而掉光了。牙齿不好，他也只能靠进食管吃一些流食，出门甚至要携带氧气瓶来维持生命。那他的父亲去了哪里呢？在迪迪24岁的时候，认识了比自己小7岁的罗德·布兰查德。因为迪迪发现自己怀孕了，两人认识半年就举办了婚礼。但婚后他游手好闲，赌酒成性。在女儿出生以后，不但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还常常嘲笑女儿身患残疾。吉普赛的外公也经常对他实施虐待。在这种情况下，迪迪一看这家没有好人呢，长期这么发展下去，不一定会发生什么状况，果断离婚，马上就带着女儿逃离了这个病态的家庭。2004年，他们搬到了斯莱德尔的一个公租房。多年以来，他们两人是相依为命，每月仅靠前夫的$1200抚养费生存。迪迪曾经说过，他和吉普赛就像是一双鞋子，谁离了谁都不完整。2005年，飓风袭击了斯莱德尔，也摧毁了他们的公寓。两人暂时被安置在了公寓的避难所。吉普赛的出生证明和病历等重要资料全部在洪水之中被毁掉。这对可怜的母女的故事引起了当地慈善组织的注意。在他们的帮助下，2005年9月的时候，母女又搬去了密苏里州的一个出租屋。不公的命运和生活并没有压垮他们。吉普赛在母亲的照料下非常积极乐观，性格也很开朗。附近的居民都很喜欢这一对内心强大的母女。2008年的时候，他们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事迹一经传播，很快成了励志的典范。公益组织也给他们提供了免费的住房，让母女二人安心的生活，减轻压力。迪迪也开通了自己的 Facebook 账号，经常会在上面发一些自己和女儿的日常，他们无时无刻都在鼓舞着与他们境遇相同的人。可就在2005年6月14日的下午，这个主页上竟然出现了奇怪的信息：那个婊子终于死了。不难想象，这句话直接让所有人都炸开了锅。难道是账号被盗了吗？还是有人在搞恶作剧呢？正当所有人都感到很奇怪的时候，又一条新的内容出现了：我手刃了那只肥猪，然后强暴了他天真可爱的女儿。首先反映的是迪迪的邻居们他们给迪迪打电话，却没有人接听，所以周边的邻居都很担心，就聚集到了母女二人的家门前。那敲门之后呢，始终没有反应，房子的窗户上也贴了防护膜，所以从外面呢看不到房子里的情况。这就很奇怪了，因为迪迪的面包车还在家门前，这个车是专门用来搭载吉普赛而用的专车，那肯定应该是在家的，但是里面却始终没有应答。结合 Facebook 上的信息，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很不安，于是他们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几经周折拿到了搜查令以后，进入房子，看到的却是迪迪的尸体，身上的多处刀伤表明他遭遇了袭击。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已经死亡了好几天，而女儿吉普赛已经不知去向，但她的轮椅还在家中。要知道，以吉普赛的病情，没有轮椅是很难生活的，所以警方认为他已经遭遇了绑架。这种情况时间不能耽误，他们马上开始着手调查。很快就在吉普赛的朋友口中得知，吉普赛曾和他透露自己在网上交了一个男性朋友，叫尼古拉斯。警方又开始追踪迪迪的 Facebook 信息发布的 IP 地址，结果同样指向了这个名字——尼古拉斯·古德约翰。
那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在 Facebook 发布信息的第二天，6月15日，警察就来到了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尼古拉斯家里，对他进行逮捕。那幸运的是，吉普赛就在他的家里。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吉普赛非但是毫发无伤，而且居然可以自己站起来行走，这是一双好腿啊！他也不用进食管、氧气瓶，甚至还长出了头发，这又是什么医学奇迹？而他为什么又和有杀人嫌疑的尼古拉斯同住这么多天？那震惊之余，警方似乎已经有点明白了事情的原委。Your mom's dead, okay? Now, what I want to ask you is, your mom's passed away, okay? And she's deceased, all right? No. Yeah. Okay. Do you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by Gypsy if you love her? No, the truth is I worship her, so I know you there's do. no way I wouldn't do it wrong. I know. would think for her. I did actually stab her. I will make it. I know. Okay. What happened with your mom that night?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with my mom at all. Okay, you. Because of my mom. I know you do. Sweetheart, I have no doubt that you love your mom.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with my mom at all. Okay, you. Did Gypsy know that you were going to kill her mother? Just listen to me, okay, sweetheart?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your mom, okay? And I know that you know. Honestly, she asked me to. 面对审讯，吉普赛初期是否认母亲的死和自己有关，但在不断的心理攻势下，他终于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是他教唆尼古拉斯杀害了母亲。那然而杀掉不辞劳苦每天照顾他的母亲，动机是什么？吉普赛说，对于一个生病的人来说，迪迪是一个完美的母亲。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根本就没有病。那迪迪不是你们所见的那样伟大。过去的20年里，母亲编织了很大的一个骗局，而在这个骗局里，吉普赛只能对母亲言听计从，不得不扮演这个患有多种疾病的角色。1967年出生的迪迪原名克劳丁，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假名字。他有4个兄弟姐妹，但唯独他的性格很怪异，导致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很恶劣。简单概括就是不干人事儿，经常偷窃家人的财物，还利用家人的名义办理信用卡去消费透支，还因为盗窃也被拘捕过。成年后，他在一家医院里做过一段时间的护工。24岁遇到了自己的丈夫罗德·布兰查德，也是因为奉子成婚还是闪婚，所以感情的基础并不牢固，两人很快就分开了。分开后不久，1991年7月27日，吉普赛降生，克劳丁带着他和父母生活在一起。1997年，克劳丁的母亲重病卧床，曾经做过护工的克劳丁却拒绝照顾，只因为嫌弃她脏，也不给喂食。母亲也在这一年病逝了。后来家里又来了新成员继母，克劳丁就在继母的食物里面添加了除草剂，导致她差点死亡，最终卧床9个月才彻底恢复。根据前夫罗德回忆，吉普赛出生的时候很健康，唯一的问题就是早产那么几天，但是问题不大。到了他3个月大的时候，克劳丁说女儿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他们去了医院。尽管经过了3轮的检查，医生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迹象表明吉普赛患了这个病症，但克劳丁很确信吉普赛就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接着他又告诉罗德，吉普赛患有染色体缺失，而染色体缺失又引发了多种其他的病症，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吉普赛的身上就会多一种病。他就让女儿必须每天坐轮椅，不能自己走路。克劳丁不断地带他去看医生，服用新的药物。到了吉普赛上学以后，又以病情严重为由给他退学，进行家庭教育。然后前夫罗德再婚，并且生了2个孩子。在吉普赛10岁之前，他和现任妻子经常去看望他，直到2004年，他们还一起去看了残疾人运动会。但随着克劳丁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恶劣，他果断带着吉普赛搬到了斯莱德尔的出租房，而并不是他口中的原生家庭的人都十恶不赦。在这里，他仍然不断地带吉普赛去医院看病。他告诉医生，吉普赛的癫痫每隔几个月就会发作，所以医生就给他开了一些治疗癫痫的药物。他还一直坚称吉普赛有肌肉萎缩症，尽管医生给他做了激活组织检查，结果毫无迹象表明吉普赛的肌肉有异常。除此之外，克劳丁还坚持说女儿的眼睛和耳朵也有问题，视力低下，耳部还会频繁的感染。根据他的描述，医生们也会相应的对吉普赛进行治疗。后来只要吉普赛有点小感冒、小咳嗽，克劳丁就会把他送进急救室。
每次去医院的时候，克劳丁都不允许吉普赛说话，因为他有医院的工作经历，就向医生描述病情。那在一次看医生前呢，克劳丁在女儿的牙龈上注射麻醉，导致她就不断流口水，结果医生手术拔出了她的唾液腺。那些医院检查不出异常又很难确诊的病呢，克劳丁会说服医生对女儿进行治疗，让医生开了很多抗癫痫的药物。结果在各种药物和治疗的副作用下，吉普赛的牙齿开始脱落，最终用牙桥代替。克劳丁还说他得了白血病，所以在服用药物的同时也剃光了他的头发，模仿化疗病人的模样。母女俩出门时总是带着氧气瓶和进食管。吉普赛1.5米的身高，没有头发和牙齿，蜷缩在轮椅中，这种形象会让所有人都认为女孩是残障人士。那前夫罗德曾经多次要求来看望女儿，但是都被克劳丁用各种理由给拒绝了，而且他还告诉罗德不允许公开吉普赛的年龄，因为他对外说的女儿年龄要小于真实的年纪。1991年说成是93年出生，后来又改到了1995年出生，目的只有一个，因为年龄越小越能获取别人的同情。2005年，在那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之后，克劳丁直接毁掉了女儿的出生证明和病历，谎称是灾难给毁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隐瞒病情以及女儿吉普赛的真实年龄。母女二人在慈善组织的帮助下，最终获得了一套免费的住房。单身母亲照顾残疾女儿从飓风中逃生的故事也受到了当地媒体的关注，并在2008年的采访中让他们的事迹被全国知晓。随着曝光度越来越大，他们很快成为了名人。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慈善捐款和各种机构的福利，比如他们可以免费乘坐飞机，免费去迪士尼乐园，并且受邀参加歌星的演唱会，与很多名人合影。母女两人经常飞往全国各地参加见面会或者是励志演说，所到之处都会受到当地的热烈欢迎和来自所有人的鼓励。全美的民众都被这一对母女面对生活的态度所感动。那起初罗德也是相信克劳丁是一个称职的伟大母亲，直到他对媒体介绍自己的身世，把前夫描述成为一个瘾君子、游手好闲、歧视残疾人的人渣，罗德才知道原来这里充满了太多的谎言。另外还有过质疑的就是曾经治疗过的医生，他们前前后后总共看过超过100位以上的医生，有一部分因为始终查不出病症，所以他们自然会怀疑克劳丁的说辞，就感觉他在捏造夸大病情。而每当克劳丁面对怀疑的时候就会直接翻脸，带着女儿去另外的医院继续治疗。而对于女孩吉普赛而言，并不是有意配合母亲去行骗，因为从小记事开始就一直面对各种治疗，她是真的相信自己身患多种疾病，到后来也感觉到不对劲但母亲是自己唯一的亲人，出于信任只能是一切听从安排，也不敢惹母亲生气。但到了青春期的她已经是懂了很多，知道自己的病情基本都是母亲编造的。她明明能走路，却被要求坐轮椅；她也想出去交朋友，但却被要求只能待在家里。太多没有人性的要求让她开始有了抵抗的心理。她知道了母亲这样费尽心思地摆自己的人设，或许只是为了拿她当一棵摇钱树。但是母亲的态度很强硬，她只要敢反抗或者不听话，就会遭到殴打，这是瘦小的她最害怕的事情。所以她后来就是每天伴随着不安的心情，被迫配合着克劳丁的演出，根本就不敢拆穿这些谎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也慢慢的长大成人，心里逐渐萌生出了要逃走的计划。因为他平时在家就只能在网络交友，在2011年，20岁的他在一次线下活动中和网友见面了。那知道真相的网友就打算带着他一起逃走，但是却被克劳丁给识破。回家以后呢，克劳丁先是砸碎了他的电脑，然后又把他给绑在了床上。就这样，他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长达半个月的时间。后来很诚恳地和母亲道歉，才被带出了房间。时间久了，克劳丁再次放松了警惕。2012年，21岁的吉普赛又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就是尼古拉斯·古德约翰。慢慢的就发展成为了网恋的关系。吉普赛也对尼古拉斯讲述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其实自己能走路，也没有病，但是在母亲的淫威之下不敢和人接触，所以咱们呢先保持秘密联络，等到时机成熟了再说。就这样，他们又偷偷交往了3年时间。吉普赛也已经24岁，两人都认为是时机成熟了。2015年3月，尼古拉斯跨越600公里来到了密苏里州，准备和自己的准岳母见个面，结果却吃了闭门羹。克劳丁直接就疯狂了，让两人马上断绝联系，并不断的辱骂吉普赛。
而此时的吉普赛也不再是小孩子，他认为自己也没有被尊重，就和母亲争吵了很久。也就是这一次争吵，让吉普赛意识到，想获得自由，就必须让这个人彻底消失。随后，他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尼古拉斯。尼古拉斯说自己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除掉所有阻碍他的人，或者干脆点说，愿意为了吉普赛的自由去杀掉他的母亲。两人就开始有了这个除掉克劳丁的计划。2015年6月初，尼古拉斯再次来到了密苏里州，住在了吉普赛家附近的一家旅店，晚上就一直潜伏在他家附近。等到克劳丁睡着以后，吉普赛打开房门放他进来，并递给他手套、胶带和一把刀。他自己躲进浴室，尼古拉斯直接持刀冲进了克劳丁的卧室，不断的手起刀落。克劳丁经历了短暂的挣扎、尖叫和求救，最终还是死在了自己的床上。而这一切躲在浴室的吉普赛听得清清楚楚，在很长时间的恐惧过后，内心开始平复。他意识到从现在开始自己彻底自由了。案发后，他和尼古拉斯到处去游玩，真正体验了一下对自己而言非常奢侈的正常生活。而那2条 Facebook 动态也是吉普赛发的。他解释，因为害怕母亲长时间在家没人发现他死去，所以就想到了这个办法。他没有隐藏自己的 IP 地址，也是知道自己跑不了，也希望警察可以快点抓到自己。那后续两人在这件事上有着不同的说法。吉普赛说，杀人只是他们商量的最坏的结果，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执行。尼古拉斯则是交代说，那吉普赛告诉他必须杀掉克劳丁，没有其他选项。但不管怎样，这个持续了20多年的骗局终于是被揭开了。当人们看到吉普赛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和说话，除了震惊以外，同时也感到非常的愤怒。然而这种愤怒却完全是针对于案中的受害者克劳丁，因为是他主导了一切，欺骗了大众的感情。而克劳丁的家人表示，这是他罪有应得，家里甚至没有人愿意为他举办葬礼。父亲和继母最终把他的骨灰给冲进了马桶。2016年7月5日，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出庭的吉普赛已经完全是正常女孩该有的模样。她在陈述过程中思路非常清晰，还原了克劳丁是如何编织了20多年的谎言。最终，吉普赛被判定为2级谋杀罪。因为事件的特殊性以及克劳丁的谎言证据充足，法官判处了吉普赛最少的服刑年限10年。2019年2月，尼古拉斯以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吉普赛在入狱之后说，即便是在狱中，也比和母亲在一起更加自由。他至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情。那许多美国民众对于吉普赛表示理解和支持，还发起了释放吉普赛的请愿活动，认为他的心理创伤是更需要治疗的，最好是将他送往医疗机构，而不是关在监狱。这个请愿活动一共收集到了近10万人的签名。吉普赛的生父也对女儿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宽容，还会经常去狱中看望吉普赛。女孩已经完全摆脱了此前的形象，在狱中的她反而是变得更加精神和健康了许多。虽然想摆脱20多年所产生的阴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可以确定，之后没有了母亲控制的吉普赛再次回到这个社会，一定会以全新的心态和样貌迎接自己更长远的未来的人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看到最后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大吉，谢谢您了。